好，接下来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特别关心到的是，在中国大陆的雷达是不是让 F-35真的完全现形了？委内瑞拉现在是靠着中国大陆的武器来撑腰吗？拉美的反美战线是否正式的成型了？今天首先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来做解答。第一个，美军呢在 F-35在委内瑞拉现形，是因为中国雷达撕破了它的隐形神话吗？美国的后院战火是否要引爆了？第二件事情，委内瑞拉的军火库现在塞满了来自于大陆，不管是它的火箭炮、导弹，或者是电子侦察船，全部上线了。美军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攻击委内瑞拉。那么美国还敢继续的硬闯下去吗？最后一件事情，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的是，现在拉美10国都已经对美国非常的不爽哦，一起怒吼。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会不会拉美战线推大陆成为新的盟主呢？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赶快来看到，其实针对了委内瑞拉的攻击，美国从9月份开始有非常多起一共到现在已经有4起了，而最新一起其实就是发生在近日，在委内瑞拉附近的国际水域。再度的发动了空袭攻击的就是他的船只，一共是造成4个人再次的丧命。这一回美军出动的战力之大，在加勒比海出现了哪一些战力？8艘的军舰开过来，还有1艘核动力快攻潜艇，超过4500名的军人，还有多架最新型的 F-35的隐形战斗机，全部都开过来了。美国媒体是这样形容的，他说有5大的迹象都已经显示，目前为止，美国跟委内瑞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正在急剧的升温当中。那么我们看到美军大规模的集结，是真的要准备开战了吗？还是斩首行动式的精准打击？背后难道是在为下一场政权更迭已经开始做铺路准备了吗？委员怎么解读美军的动作？这个动作有几层的意义。第一个，美国不管是搞颜色革命，或者是直接要暗杀马杜罗，事实上过去已经好几次颜色革命失败，然后暗杀马杜罗，报纸上所载的有2次也都失败，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他们是觉得委内瑞拉这个钉子拔不掉，是一个所谓的政治上的耻辱。现在川普呢，相信这个枪炮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这一次他这么大规模的来，一样的。第一个城市，他要这个去除掉马杜罗；第二个要推翻委内瑞拉的左派政权。因为他的前任总统查韦兹就曾经找了10个国家，都是属于比较左派倾向，起来反对美国搞的那一套贸易区的制度，所以又称作玻利瓦联盟，是这样来的。那委内瑞拉是这个玻利瓦联盟的核心，简单讲就是反美的核心。所以美国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的霸权受到了这小国家的挑战，他最后使出流氓手段，直接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要推翻整个左派政权，必须要大笔的军力来入侵才有办法。那目前还仅止于在尝试着封锁委内瑞拉海岸线的一个程度，然后扣在委内瑞拉头上说你是一个毒品输出国家所以这些问题一层卡一层，现在美国跟委内瑞拉爆发战争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委内瑞拉作为一个小国家，要挡得住美国派出来的军力，还是蛮困难的。是好，现在看起来2国可能随时会爆发这场战争那除了是川普在政治上面要做针对委内瑞拉做打压之外，我们要来看到是不是也跟中国大陆在背后帮忙撑腰有关系？所以美国非常的紧张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委内瑞拉之所以它没有在被孤立，就是因为在它的背后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武器系统在背后支援。直接这是委内瑞拉的国防部长公开来讲，他说委国现在内部的雷达系统已经有5架了，是可以已经有很多个了，已经可以锁定的是5架的美军的 F-35来做全程的监控。那么他过去就曾经用过多款来自于大陆的雷达，侦测到了不管是美国的 F-22猛禽等等，那现在甚至是连 F-35都在他们的掌控当中。中国的军武现在正式成为拉美这个反美战线的一个重点
核心。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在这个委内瑞拉的武器装备有提供哪一些，不管是雷达系统，不管是这个对空防御啊、空军的装备，甚至是陆战装备都有提供。那么火箭炮、导弹跟侦察系统也都有提供给委内瑞拉。其中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这一款武器系统哦，这是侦察的，这个叫做瞭望号的。电侦船，它可以徘徊在加勒比海这边，针对美军做一个更严密的监控。这些中国制的武器能够对美军产生威胁吗？刚刚讲的这个瞭望号，它现在驻守在加勒比海这边，能够针对美军的实战化做一个比较严格的观测吗？舰长怎么看？其实啊，中国大陆它部署了这些电子侦察船，在各个的一个很重要的军演，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委内瑞拉的外海啊，那无论是之前的环太平洋军演，或者是2年一次的马拉巴尔军演，或者是今年才刚刚结束的护身军刀军演，其实我们都看到了815电子侦察船的一个踪影啊。那其实大陆的网民叫做“街溜子”，也就是转来转去的。那其实它到底在做什么？它有非常大的一个雷达哦。那它其实是一个被动接收。那它除了可以被动接收的话，它只是接收而已。接收它可不可以发射？它当然可以发射。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委内瑞拉现在有的这一个JY27的，就是这一款雷达。这是不是我们刚刚好像看过啊？对，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舰用型的，这是陆用型的，它一样，它是 VHF 频段的。那也就是这个频段，甚至或者是更频率更低的，然后它的波长更高的这个 HF 频段，才能够接收这个逆中战机啊。那当然，大家会认为啊，那之前我们看到在2019年的时候，部署在叙利亚的这一型雷达就被攻击了。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它这个我们看起来都是这种钢制的装备而已。其实它这一个替代性很高，最重要的是它把讯号输出了，就可以掌握目标。那其实我们从刚刚到现在，我们讲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啊，也就是我怎么样获得这一些逆中战机。其实不止逆中战机，还有逆中的舰艇。那例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很丑的那个伯克级驱逐舰，其实伯克级驱逐舰本身它也有逆中的设计。那其实我之前发表一篇论文啊，讲到说美军他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他真正想做的就是侦察威慑。这个侦察威慑呢，也就是他透过实际的监视与侦察，收集越多的情报资料与资讯，越可能让这一些对手国家，其实他怕资讯通通外泄啊，所以呢，他反而会越内敛。这个是以往美国对抵近侦察到中国大陆沿海做的事，但是我们现在在哪看到？我们现在竟然在南美看到了中国大陆，它使用这个瞭望号。瞭望号其实它原来的目的不是来作为这815电子侦察船的，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跟太空交联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在太空中的建设也非常多，那其实它要掌握卫星，它要掌握中间的一个中继的讯号，其实靠的是以前的远望号。远望号它不是只有一艘船，它有1号、2号、3号、4号、5号，那它的数量非常多。那新一代的就是这个瞭望号，那只是它在那个位置正好接收啊，所以美国现在觉得芒刺在背，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好，这背后有中国大陆的武器在做相挺哦。那另外一方面，在政治上，我们也来做一下解读，因为现在拉美十国对于美国各种行为已经感到非常的不满意了，所以呢，现在集体发声，10个国家，这个是玻利瓦联盟一起发声，谴责美国的挑衅的行为。哥伦比亚也已经倒戈签署了一带一路等等哦。那会不会让大陆变成摇身一变，在拉美这边成为新的霸主呢？杨老师怎么看？这是因为10月4号的时候，就是美国的 F-35第5次从9月以来10架美国的F-35，然后的8艘军舰啊，甚至还有核潜舰，然后呢加上大概有5000名的美军都在这个附近重播了这个就是
波罗的克，整个这个区域的这个掌控，第5次针对在就是委内瑞拉的外海的小船舰进行直接的轰炸，那这一次10月4号呢，是一艘在外海航行，但是是一艘非常小，他们指控它是贩毒，川普马上在推文上面说，这个上面的毒可以害死5万名美国年轻人，真的吗？如果这样子这么小艘一个船只而已而且看起来是没有武装的，你就用你海上这个就是美国的，就是海上的这个防卫舰能够去把它拦下来啊，甚至不用军舰呢？对，为什么你要？然后呢，证据确凿，大家都没话讲了。对，因为现在他对马杜罗的悬赏已经来到5000万美金，但这个事情连续第5次所以这个不是所谓的弃毒了，基本上是用军事力来整个威慑。不只是委内瑞拉，整个拉丁美洲，所以拉丁美洲这10个国家就激起来，这次一定要讲话，跟上次巴拿马那个事情不一样。那媒体就有一点，其实很早的时候就说，这个叫做什么？这不叫门罗主义了，这叫做唐罗主义，叫做以前是 Monroe， 它叫做 Monroe， 因为它是 Donna。那 Monroe Doctrine， 唐罗主义是什么意思呢？还记不记得？其实他还没有就任之前，他就说加拿大是51州，格陵兰是美国的，巴拿马要让给我们美国，墨西哥湾要改为美国湾。他有2个至少都做到了。然后呢，现在针对委内瑞拉，那基本上其实要让这些国家臣服，然后你继续做我经济的后院，当然也要把中国的力量赶出去。但很有趣的是，中国在刚好9月底，就是上个礼拜，成为叫安第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安第斯就是包含这一次抗议的10国里面的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跟这个哥伦比亚，这4个国，他们之前就有一个这个共同体，现在中国大陆正式的参与，那再加上“一带一路”跟这些经济的建设，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候美国已经自身的后院起火，但是他用的方式，你真的要达成唐罗主义，太过粗暴，太过军事。太高在上，没有人会受得了的。而这个时候，他引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军事武力，只不过是为了求自保，不要把这边当做什么中美对抗的这个场域。其实是这些你过去被你压迫的、你的后院的这一些国家是受不了的。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